天文学家预言2025年人类将迎末日危机，并且他们推算出2012年玛雅人预言的末日并非无稽之谈。实际上，当年人类离末日只差9天，而灭绝人类的将会是可怕的太阳风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2012年人类又是如何躲过一劫的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2012年1月，美国航天局发布了一条公告，表示将有一次强烈的太阳风暴降临地球，或许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灾难。不过，这条消息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，因为太阳风暴时常会降临地球，一般来说对人体没有太大影响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大部分人都记得2012世界末日的谣言，却不记得有什么太阳风暴。但实际上，这次太阳风暴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它真的降临地球，即便不会造成末日灾难，也会让人类文明倒退几十年。而它之所以没有发生，只是因为我们幸运地和太阳风暴擦肩而过。2014年 NASA 发布了一条迟到的声明，其中提到在2012年7月23日，地球与一场上百年一遇的太阳风暴擦肩而过。如果这场风暴击中地球，保护地球的磁层将被直接击溃，结果将是末日级别的灾难。这场灾难之所以没有发生，完全是出于幸运女神的照顾。我们都知道太阳是一个球体，其喷发出的太阳风暴可能发射向任何一个方向。2012年7月23日的这次喷发，其方向正好对应地球，且正好处于地球的公转轨道之上，这对于地球而言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危机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当这场风暴经过地球轨道的时候，地球正好在轨道的另一边。天文学家表示，如果太阳风暴再晚9天到达，或者地球走快9天，那么这场太阳风暴将正好和地球相撞，届时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将被完全应验。有意思的是，瑞士物理学家纳西姆·哈拉曼在一次演讲中展示了一张照片。据他所说，这张照片源于 NASA 绝密内部资料，其拍摄时间为2012年3月12日。在这张照片上，太阳中间部位出现了一块大三角状的超级黑斑。由于黑斑过于巨大，让人很难相信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，太阳大约相当于130万个地球，而按照黑斑占太阳的面积，它也应该相当于几十万个地球大小。这是多么恐怖的存在！不过这还不是照片的重点。纳西姆·哈拉曼表示，这块黑斑的形状才是重中之重，因为它与公元7世纪的玛雅人木雕图案极其相似。在玛雅人的木雕上就有一个太阳形状的球体，球体上也出现了类似的三角形黑斑。再联系到2012世界末日，纳西姆·哈拉曼话中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。玛雅人不但预言了世界末日，连末日发生的原因都标注了出来，那就是太阳耀斑导致的太阳风暴。虽然世界末日最终没有发生，但这只是人类比较幸运，并非玛雅人预言失误。如果没有这9天的误差，世界末日将很有可能降临。那么，太阳风暴真的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吗？历史上人类遭遇太阳风暴都出现了哪些灾难呢？这或许是可信度最高的末日预言。天文学家推算，2025年太阳风暴侵袭地球，人类或迎来末日。那他们所说的太阳风暴到底是什么？又会带来什么危害呢？咸丰9年，天地之间爆发异象，全球各地都看到了神光降世，无数人跪地祈祷。关于这次神光降世的现象，河北省栾城县的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。上面提到，在咸丰9年9月，当时秋高气爽，一片祥和，但突然之间，在天空中出现了赤色云气，遍布了东北方大片天空。虽然秋天本就是看彩云的季节，但彩云一般出现在西边，东北方向出现大片赤色云气的确是罕见。不过此时人们只是觉得奇怪，还没有被震撼。直到夜晚降临时，他们发现那些赤色云气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彻夜不息，显得越发诡异起来。这种异象云气照得整座城市恍如白昼，而且持续了数日时间。人们认为这可能是灾难降临的征兆，或许是上天发怒而给人们的警告，所以人们纷纷跪地祈祷。不少人还前往寺庙上香祷告，希望厄运不要降临到自己身上。其实这些光亮，现代科学已经有了解释，那就是极光。一般来说，极光都是发生在高纬度地区，比如南北极。但由于这次太阳活动过于剧烈，产生了超强的太阳风暴，极光也蔓延到了全球低纬度地区，所以河北才有了这次神光记载。关于这次极光，美国南卡州也有过相关的报道。据说当时南卡州有一片巨大的采石场，无数工人在这里劳作。这天晚上，某区域的石匠们发现天色已亮，于是纷纷起床到采石场工作。但工作了半天，他们发现其他区域的工人都没有来，只有他们几个在工作。他们感到有些奇怪，毕竟现在又不是假期，怎么会没有人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看了一眼时间，他们发现
现，此时竟然是半夜。他们之所以被误导，就是因为天空被极光照得亮如白昼，让他们根本分不清白天黑夜。据说当地的云雀也被极光误导，认为到了白天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一位神经衰弱的售票员被这些鸟吵得睡不着，直接开枪将这些云雀赶走。这件事还上了当地的报纸。当然，西方面对这次极光事件也没比中国人好多少，很多基督教教徒吓得彻夜难眠，他们害怕这是末日的征兆，于是纷纷停下手中工作，向上帝祈祷，甚至找到神父去忏悔，希望上帝能原谅他们的过错。好在这次极光事件虽然持续了将近1个星期，但并没有对人造成伤害，所以在异象消失后，大家也都放下心来。这次极光发生在1859年9月，虽然没有对人类造成伤害，但却对当时刚刚兴起的电报行业造成了重大打击。据说电报员在使用电报机的时候会有火花闪烁，还发出吱吱的声音，还有一些地方架设的电线会莫名其妙的融化断裂。虽然电报商们选择断电关停，但奇怪的是电报机还可以发出信息，这一幕让人们怀疑遭遇了灵异事件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受到这次极光事件的影响，因为极光的背后站着的就是太阳风暴。这次太阳风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太阳风暴，虽然对当时的人类文明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，但如果放到现代，将成为末日级别的灾难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2012年人类与末日灾难其实只差9天。天文学家声称2012年太阳曾爆发超级耀斑，如果地球公转快9天，人类将不复存在。最恐怖的是，他们推算出下一次太阳风暴或在2025年来袭。2012年7月，太阳爆发超级耀斑，太阳风暴迅速袭向地球公转轨道。如果两者遭遇，地球将面临巨大的灾难，因为这场太阳风暴足以比拟1859年的那场超级风暴。不过有些人表示，1859年的太阳风暴不是没有对人类造成太大伤害吗？为什么说2012年的太阳风暴会对人类造成末日级别的灾难呢？这里我们需要知道太阳风暴的起源，这还要从1859年9月的这场全球极光现象说起。这场大范围的极光引起了天文爱好者卡林顿的注意，他不但是一位富二代，而且学识非常渊博。为了观测宇宙，他专门在偏僻山区建造了一座庄园。就在这一期间，他发现太阳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些黑色斑点，这些斑点就是太阳耀斑。这些小黑点看起来不起眼，但一个小耀斑就相当于一个地球的大小，磁场更是地球的上万倍。由于耀斑地区温度较低，因此才会呈现出小黑点的模样。当太阳耀斑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就表示太阳进入了一个活跃期。而也是在这一时期，卡林顿发现太阳上发生了一场爆炸，这场爆炸转瞬即逝，但让他看得清清楚楚，还用图画的形式描述出来。在这场爆炸中，太阳中有大量高能粒子被喷射出来，当这些高能粒子不远万里来到地球后，就会穿透磁场，形成我们看到的极光，这就是太阳风暴。一般来说，由于磁场的保护，人类不会被太阳风暴伤害，即便它能穿越磁场，也不会威胁到人类。但是太阳风暴对于电气和网络带来的破坏却是毁灭级别。1869年的太阳风暴之所以影响不大，是因为当时人类电气时代刚刚到来，网络更是没有出现，而经过100多年的发展，如今早已今非昔比。2012年人类差点再次遭遇超级太阳风暴，只是因为幸运逃过一劫。天文学家推测2025年太阳风暴将再次进入活跃期的巅峰，人类将有可能再次遭遇这一末日灾害。一旦超级太阳风暴和地球正面相撞，人类现代文明至少会倒退数十年。比如它会让人造卫星失效、偏离甚至坠落，比如它会导致导航系统瘫痪，导致天上的宇航员被辐射伤害，导致全球短波探测信号中断。再比如它会让全球电网瘫痪，所有依赖电力的系统都将停止运转。要知道，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电力之上的，甚至很多核电站、核武器都需要电力进行维护。一旦电力受损，危险将可能随时到来。当然，世界总是在变化发展的，未来没有到来之前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